大家好，这是旭日梦。前几天呢，十字军张3新的2个社区包 DLC 正式发售了，分别是中古奇观和极北服饰。分品的话，和之前的2个社区包西斯拉夫服饰和北非服饰一样，都是褒贬不一，差评好评各占一半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社区包 DLC 值得买吗？先说一下我的结论。第一个角度来看，也就是性价比角度来看呢，那就不值得买，完全不值得买。无论怎么说怎么讲，极北服饰就是几件衣服卖26，之前的西斯拉夫跟北非的服饰也一样。中古奇观也就是20个特殊建筑，一个特殊建筑卖1块3，打包26块钱卖20个。在创意工坊，别说免费的平替了，找比 DLC 更好更全面的也有的是。那么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，批者难道不知道创意工坊吗？他当然知道了。那么为什么还会这么卖呢？且听我娓娓道来。继续下一个角度，第二个角度就是 CCP 这个项目的利益角度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那就值得买，而且是非常值得买。比如西斯拉夫和北非的社区包吧，合作者是 EL， 这位大佬的作品是社区分位包，也就是 CFP。CFP 是整个 CE3 创意工坊1万多个项目里面订阅量最高的，订阅量高达 53.8 万。创作团队也有10多人，都在用爱发电为社区做贡献。比如 CFP Wiki 里这位大佬，还是超链接可以点进去看这位大佬的主页。防不胜防这可不是剪辑真跳转到这儿了。再回过头说最近发售2款 DLC， 中古奇观是由10万人订阅的中世纪艺术作者制作的，极北服饰的制作者来自同样10万人订阅的幕府制作组。大家购买这4款 CCP DLC， 批社会从收益中直接分钱给这些模组制作者，为模组制作者提供经济支持，并且提升技能，同时呢，为游戏提供比模组制作者在业余时间单独制作的更高质量的作品。大家可以理解为购买 DLC 就是赞助模组制作者。接下来我们聊聊 CAP 为什么会存在，有什么必要性。因为我觉得看到这里观众老爷可能会想一个问题，老徐，那我直接给模组制作者打钱不好吗？为什么要通过买这样毫无诚意的 DLC 去支持创作者呢？因为这个呢很难，非常难。首先模组是没有办法收费的，这个第一点是违法，涉及到版权和知识产权的问题。之前也有人试过模组收费，在 P 社另一款叫做群星的游戏里已经被吊起来打了。P 社官方也下场发了公告。再有就是第二点，就是违规，售卖模组是直接违反了创业工坊的规定的。之前提到的群星模组售卖事件，就是在模组里添加了一些只有付费才能用的功能。目前国外模组创作者唯一获取收益途径就是赞助，通过 Ko-fi、Buy Me a Coffee 和 Patreon 这样的平台。11.8万人订阅的 Congenital Beauty，10.8 万人订阅的 Fair Ladies，8 万人订阅的 CK2 风格教育课时图标，都在模组详情中直接贴出了不同平台赞助的链接，还有一些模组直接贴了 PayPal 的链接。很多大型模组也有这种赞助渠道，比如有着42万订阅的 AGOT 冰与火之歌，还有 17.6 万人订阅的 POD 黑暗亲王。不一样的点在于这些大型模组的赞助渠道会藏一点，要在他们的 Discord 频道才能找到，可能是因为模组投入薪水太多了，所以也更谨慎一些。最近 AGOT 因为版权问题，甚至赞助渠道也关了。再比如内地也有这样赞助方式，比如欧易、东方王朝也开通在发电。之前提到的几家国外赞助平台，抽成在 0% 到 5% 左右，加上体验手续费什么的，可能就到手 90%、95% 左右。像欧易、东方王朝开通在发电，抽成的话是 6%， 到手也差不多是 90% 到 95%。再或者是 B 站的充电也是一个意思，就是安卓和 Web 端抽成 33%， 苹果端抽 66%， 非常良心。这样的赞助捐赠是一种普遍且被广泛接受的做法，但是真正开通了赞助渠道的模组可能都不到1/20。根本原因呢，还是版权侵权的根本问题和法律解释的模糊性。这种无偿捐赠并非是101%的合法合规且没有风险，还有些更甚的，比如说骑马与卡莎战团和2代的模组提前玩到新的版本，为赞助者设计独特的功能和内容，甚至免费版本停更，后续版本要付费解锁后下载游玩。因为无偿捐赠赞助实在是完全没有吸引力，只有这样子，越是过分越有可能获得收益，同时呢也越有可能过线。抛开法规问题，争议舆论也不得不提。一部分声音认为模组制作是出于对游戏的热爱和对社区的贡献，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，或者说涉及到金钱和盈利。他们认为赞助会破坏社区的分享精神，甚至可能导致一些模组转为闭源开发，只为赞助者提供服务。再有呢是质量问题，免费模组通常没有严格的质量保证，玩家可以自由选择使用。如果模组制作者接受了赞助，玩家可能会期望获得更高质量的模组和持续的更新支持。再有是社区分裂问题，这个也不得不提。
赞助可能会导致模组社区分裂为付费玩家和免费玩家。再之后就不用我说了吧，我也知道大家现在在想什么。没错，在这方面呢，有一座大山无法逾越，那就是开发了4年，爱发电集资50万的大名鼎鼎的一谷三国。这个项目是当下模组赞助捐赠争议和舆论最大的，集资这么多钱，最后做出的模组却不尽如人意，这个就涉及到了更严重的法律法规的问题了。圈内人士很多也对赞助持反对态度，如果涉及到盈利，就难免涉及到分成。总之呢，只要涉及到钱，就非常容易出矛盾。可是有的时候呢，赞助也是必须的无奈之举，比如神域、日波鱼渊的全职开发者要付房租，比如说音乐，比如说建模，比如说美术。如果找不到愿意共同用爱发电成员，那么寻求外包的话，无偿赞助就是最好途径了。而一谷事件最细思极恐的一个点，就是它对需要无偿赞助的模组制作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，感觉再聊下去有点太发散了啊。总之就说这么多呢，其实核心观点就是一个，那就是这个 CDP 计划真的很好，它的目的不是为了卖钱骗钱，是为了给模组制作者一份合规合法的收益。现在大家在看 CDP DLC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了。视频的最后，我想再说一下这些视频的制作动机。首先呢，我在前段时间自己开发的模组目前已经放弃了，因为真的不容易，没有良好的英文和逻辑基础的话，模组做起来真的是举步维艰。和做视频的难度相比，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是模组制作却不像视频制作这样能有这么好的收益。同时我也了解了一下 CK3 目前模组制作的环境，我能够在这么烂的基础下还能够做一个文化，写几个传统，写个传承什么的出来，说实话，95%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这人身份，因为我是徐仁猛，所以我能有良好的环境，这么多的模组制作者可以帮我解答问题，所以我在这里创建了一个 CK3 模组开发的交流群，具体的信息放在评论区。大家如果对模组开发感兴趣，并且刚好英文和逻辑什么也不错，那就可以加群，为社区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如果还会编程，那就更没问题了，相信你一定能够很快入门，发布自己的作品。次要的动机呢，是因为评测区可以看到，这差评就不说了，哪怕好评的内容也多半是差评。绝大部分玩家认为这样的 DLC 是骗钱，性价比低，内容极少，毫无诚意，这个是客观存在事实，无可指摘。但是要说明一个点， DLC 是由这样单人的模组制作者开发的，只有这样才能为他们带来合法合规的收益，才能够在开发商这里写模组制作者的名字。P 社也说了，在发售以后 DLC 的维护工作就由他们负责了，这个没得说，真的是为了模组制作者提供经济支持。我希望大家在发动差评的时候能够停一停，先想一想这个点，购买 DLC 就是在支持模组创作者，目的呢是支持他们，而不是 P 社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视频所有内容了，如果可以，请务必传播给更多人了解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